废！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！你问这酒鬼有用吗？子木最喜天竺香，闻了之后喜乐而眠。找去吧。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天竺香，天竺香，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。还是我去吧。没错，就是此物。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山馆的后门，好险啊！何西，你在驼神社有眼线。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，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。这是在那个马骑长尸体上找到的，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神社汇报着。司马是怎么怀疑到他的？从他的瞬间反应看，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理此事，而是要去杀理此事。他也跟了我多年，却是驼神社的眼线，我竟不查。想想真是后怕。那个姓马的，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，活该。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呀！若果真如此，细菌他们不会有事吧？哎，小姐，细菌，血环，血环，没事吧？多谢侠女相救。她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？是你啊？她叫樱桃，是李刺史之女，没想到吧？义兄啊，中郎将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贺参军，你说，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。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，可有凭证？无需凭证。3年前在长安时，我曾见过李煜一面，30出头而已，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？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，没弄错？我听爹讲，李煜并非科举入仕，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。协风官？你们应该知道吧？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，出现了所谓的协风官，
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。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，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。就是在那时，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。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。苏明，你从开始就被他骗了。让我想想，李刺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，因为有李四可以辅政。如喜君所言，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煜本人，应是个冒名顶替的。苏明，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，万一他记错了。在来宁湖之前，喜君就跟我提过。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，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。哦，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，对他有何成见啊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喜君，根据你的记忆，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。阿飞，迷香，忘了他会用迷香，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。贺参军，醒了？惭愧惭愧，我堂堂司法参军，却中了暗算。没什么惭愧的，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。陆参军，昨日初见，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，在寒山却蒙君多次相救。哎呀，真是失敬。不值一提，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。这是谁？刺史李煜啊！啊，这不是李刺史啊！难怪顾文彬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，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。贺参军，哎，你没事了吧？啊，无碍。马上去一趟公廨，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告身和赤牒。是。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，李煜的籍贯、出身也没有改动，但年甲被改动过。赤牒上的年甲也改了。到州里上任，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赤牒外，于府也得对得上。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，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于符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？这也能改啊？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，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？季世公，莫开这样的玩笑。这里改得很巧妙，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。怎么会？刺史到任，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赤牒啊？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，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。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？义妹所言极是。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。我觉得，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。当下，重中之重，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
拿到驼神社实录，对那邪社开刀。要想剿灭驼神社，必先洞悉其老巢。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，除了驼神社的船，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！唉，盯着我干嘛？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？我可没那本事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在鹤溪的暗探房暂住之时，就经常到这里来，坐着发呆。你一直派人跟踪我？不，是亲自跟踪。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。刺史之女？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？那就说说吧，刺史可不是小官，我想知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先铲除驼神社，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我不明白，为何你一心要铲除驼神社呢？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，他是好人，是好刺史。李煜何在？死有余辜。是谁杀了李煜？你爹还是那个李四？我不会说的。我想，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。你能找到我爹？李四自杀，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，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。他们主仆情深，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。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。久闻大名，在下楚萧生。楚兄，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？苏司马呢，又有何话要讲？我想说，今日若放你走，我便是王法。苏明，你敢？放肆！我杀了他，带你离开宁湖。苏无名的名字，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。嫡公弟子，智者君子，是为父敬佩之人。你休得胡来！爹，我这次来祭奠李四，就是想来见他。你还不把剑收起来？爹，你可想好了？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。逃？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。爹，退下！李四说，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。楚四啊，楚四，你可真傻呀！
你就算是这样说了，又有谁会信呢？他叫楚四，我应该想到的。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。李煜虽然庸碌无才，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，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。只是他没想到，如今的宁胡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。樱桃也见过他，对吧？人是我杀的，和我爹无关。我行走江湖，杀人是常事。苏无名，你也见过。樱桃，事已至此，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？爹，我必须要杀那女子，因为若是她闹起来，我的身份就会暴露，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。您曾计划带兵登岛？李郎，李郎，李郎，长安一别，日夜相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李郎。你是刺史李煜。李煜？你不是李煜！别墅里有密道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那日我突然发现，我放在书架上的驼神社实录不翼而飞。我叫来楚四询问，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，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。我找了2天，还真被我找到了。我发现，不仅是我这边丢了实录，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。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，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，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。你撰写实录这件事儿，可曾告诉过别人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2部实录没有被他们发现，我便将一部藏到了城外驼神庙，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儿。对，我想了2条路：一，带兵攻岛；2，是想让樱桃把实录带到长安。可是没想到，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。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，刺客便上门了。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，可等巨驼出现，我才明白，那巨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。当时我便躲入石棺，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，我这才逃过了一劫。我也明白了，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。实际上，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。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，用以避难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？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，哪儿都不安全，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。只是没想到，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。爹，驼神庙的那份实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幸亏我多抄了2份，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实录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它。您放心，
樱桃，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，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，剿灭驼神社。爹，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，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。糊涂！我若是逃走，势必牵出前案，我就成了杀人凶犯。你试想一下，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？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？可是爹，你不用再说了。苏司马，哎，我以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，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。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苏某定竭尽全力。另外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您说。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。爹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？这我观司马双谋人信智慧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爹，这湖边又潮又凉，我带您找个地方歇会儿吧。啊，樱桃啊，爹累了，走不动了，爹也不想走了。在宁湖，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，修建湖坝，疏通河道，治理洪灾。爹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社。爹，你怎么了，爹？爹，爹，爹，楚兄，苏司马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英。废！哎呀，你别拉我！去邀月楼偷酒，此非君子所为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忍心我没酒喝啊？昨晚在寒山，你不是喝了驼神酒吗？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嘛。那你再去寒山喝呀！我都打听清楚了，昨天晚上寒山出事，往后这2天寒山宴取消，想喝也喝不着了。老费，酒真是你的命吗？那这少废话，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驼神社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会怕他们？想激我？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，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，我替他们打抱不平。你想啊，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，平时还没有资格喝，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，磕头作揖，有这个道理吗？说的有理，走。
夜半运酒，你我小心为妙。怕什么？谁还敢打神酒的主意？不想活了？走，敲门去。别出声，不然送你俩去见阎王。二位，今天取多少啊10坛子。以往每次不都是7坛吗？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？不敢不敢。啊！驼神的酒被盗，在明湖，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？是我们错了，我们该死，我们该死，我们该死！该死，那就去死吧，投入万驼之责！沈冲，即日起，你亲自接管邀月楼，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。是，头神。来，老费，来，喝呀！义兄一夜未归，你们还有心思喝酒？一夜未归，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。那樱桃，一看就是江湖女子，他苏无名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，多可笑！没准啊，他是装糊涂，他已经看上樱桃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说的有道理啊，是不是？你们这话，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。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。尴尬？苏无名肯定不会，他脸皮可太厚了。说谁脸皮厚呢？哟，做了这么多菜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啊，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，很辛苦。来，樱桃的父亲找到了，是冒名顶替李煜。他已经自杀了。原本是个书生，却成了人贩，冒名顶替，却又有政绩。那樱桃呢？在为其父守灵。老费，你真把酒给弄来了？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哎，等等，我和老费的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。原来是义兄的主意，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啊。怎么不像？州里的美酒，民也喝不得，官也喝不得，凭什么？再说，你看，我用的是取字，既没用偷，也没用盗啊。先生让他取酒，是有用意的。首先是为了喝，其次呢，是为了引火烧身。苏无名，邀月楼神酒被窃，本领自怀疑是你手下所为。若不交出庐陵峰，驼神必将降罪于宁湖。宁四，我已经查明，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庐陵峰所盗。这个苏司马是不知道驼神的厉害，
你安插在驼神社的人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司马是要用的。卢凌风倒酒这个消息要劳驾的传给沈冲。不敬驼神，必死无疑。交出倒酒贼！九哥，回来。苏无名，这酒你可也喝了？你说什么呢？就算义兄没喝，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！不是，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。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因为我人品好啊，嘿嘿嘿。当然你也不错，就是运气差点。不管他们要谁，我都必须得交给他。不是吧，义兄，驼神社不善，把人交出去危险。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？我不教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。先生，您千万别把我师傅交出去啊！那难道还教我呀？我一把老骨头，要散架的。哎，那把我交出去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还小，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。盗取所谓的神酒，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，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。早就明白了，在上巳节登岛之前，需要人探路，我最合适。对了，我不同意。就算将计就计，那也太冒险了。我卢凌风生平最爱冒险。放心吧，细菌。义兄，等等，怎么这么麻烦？还有一件事，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，你到了驼神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。找树？苏无名，滚出地府！苏无名，滚出地府！苏无名，滚出地府！卢凌风在此。你盗取的神酒？是。酒呢？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。哼，你胆子真是太大了。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，苏司马更不知道。可以，算个义仆，但别以为抓了你，就不追究苏无名的罪责。我有何罪责呀？哼，苏司马，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呐。那又如何？你不会是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神岛上去吧？岳司，苏无名毕竟是益州之司马。哼，苏司马，好自为之。走。偷什么不好，偷神酒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上了岛，交给护法，你就要被扔进万陀之泽了。哦，万陀之泽。哎，我想见驼神，能否帮我通禀一下？见驼神？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把他看好了，快到湖心了。风大，别再给他吹下去了。是。
此树名称西多龙树，又称血蚕树，是天竺特产，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。驼虽喜食人，但更喜欢吃此树的树叶儿。那几位，不会也是盗驼参酒的吧？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儿，不过是些不老实嚼舌尖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。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？不就几坛子酒吗？只因驼神所好，唯酒而已。走。待会儿另有人押你上山，山路一侧的驼神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。你是在寒山给你们送过信儿，回去。外头有人叫我给你。快点儿，都跟上！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要犯庐陵风，现交予护法。驼神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模样，竟敢跟他抢酒喝！哼，既是神，为何如此吝啬？真是吃了豹子胆，等着被打入万驼之责吧！到时定叫你尸骨无存。带上山。是。走。快走！出去，曾老，好，谢谢，曾老，曾老，抱歉，苏明来迟了。苏司马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哎，顾长史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？曾老为宁胡劳苦半生，您的致仕宴，我岂敢爽约啊？谢过苏司马，快请就坐。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，还出了些意外啊。是啊，寒山那地方，轻易真不敢再去了。说到寒山，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啊。哦，我当年呐，曾经在寒山司就职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。很复杂，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，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。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，招呼我一声，我与你同往，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。哎呀，如此甚好，多谢曾老。来，喝酒，敬曾老。敬曾老。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，看看我带来了什么。这是，哎呀，这是驼神酒，哎呀，曾老，你真是太有面子了。这是驼神特意叮嘱，给曾老献酒。哎，大家坐。顾长史啊，顾某在。明日，驼神岛观神大典将如期举行。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，到时宁胡全体官员，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！顾某谨遵驼神指令。
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。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。驼神给曾老面子，曾老却不给驼神面子，致仕了。参加完官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！实在抱歉，行程已定，恕难从命。曾三姨，实在抱歉，行程已定，恕难从命。曾三姨，每次驼神大典，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，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。来人，在，把驼神酒抱回去。是。不，神令司，神令司。哎呀，留下来喝2杯再走吧。我说曾老啊，你何必如此呢？我乃大唐官员，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老糊涂了。哼！哎，苏司马，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！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。长史放心，我记着呢。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。在哪儿？驼神岛。驼神岛？明日的官神大典，李刺史自会出现的。真的？你可有把握？苏明从不戏言。跑了，敢跟我抢酒喝，还叫他跑了！你们这些废物，都自己跳进万驼之泽吧！驼神饶命！驼神息怒，明日官神大典，岛上正是用人之际。再说那个跑了的，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，所以才找不到。右护法说的是，大典前抓到他，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。多谢驼神。还有，明日苏无名也会上岛，他必须死，不然驼神社危矣。明白了，请驼神放心。别忘了，还有关在宁湖峪的陆勇。是。老实点！你们竟敢冒充官府到牢狱提人！在宁湖，驼神社就是官府，谈何冒充？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，明日大会以祀驼神。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条路了，趁夜行船，潜入驼神岛，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。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？了然兄。德飞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得去做。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？因为这件事儿非你不可。哎呀，1年1度的官神大典，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！司马第一次参加，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呀！部长史说的没错，这是苏某的幸运啊！有人上口神酒。哎呦！灵司，他葫芦里装的是驼神酒。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，是苏司马的人。啊，这还真是我的人。
那日卢凌风说左道神酒已喝光，怎么还有？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。这个人好酒，爱酒如命，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。那苏司马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苏明，救啊！快救啊！沈领司看着办。哎，苏明，你个没良心的！那就照规矩来。是。哎，走！你们要把我怎么样？等到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，堕入万陀之责。哎，不要不要！我身上没多少肉，要扔也是和苏无名捆在一起扔啊！哎呀，你说这叫什么门客？我平时白好酒好肉的待他了。哼！这上哪儿去找那血蚕树？苏明，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？这不会是血蚕树吧？外面吼得厉害，你不赶紧画，这是在干嘛？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，如此便可遇水不掉，出汗不阴。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，早就没了。这丫头真聪明。
佛神社香火旺盛，绵绵万载。在驼神的庇护下，南境风调雨顺，民众安泰。然，终有妄祖之人、弃义之辈，亵渎神灵，对抗神社，今赐予万驼之责，以护大法。更有茶商陆勇私建商会，与神社为敌，现已被捉拿。另有废机师一名，擅饮神酒，此二人罪责巨大，故得神旗，活赐予万驼之责。驼神社穷凶之词，皆因历任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，成为你们的走狗。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，为恨不能，亲任邪神。大胆陆勇，死到临头还淫淫狂吠！苏无名，你到底救不救我？大唐天下自有国法，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决圣旨？宋江波，宋江波，你大胆！我是司功参军，宁湖的礼乐、祭祀、丧葬皆归我管。驼神，大湖之中，驼影重重。我就想问，神在哪里？神在你心中，心中无神。上道义，离道难。少吓唬人！什么神，也不可以擅决生死。天命在吾，将于宁湖，护佑周民。今何官员咆哮于此？驼神怎么开口了？驼神显灵了！驼神显灵了！这回你信了吧？我是朝廷命官，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该如何惩处此人？无神明示，可弃万驼之责。驼神，你无权如此！你无权如此！混账！驼神！文斌何在？小官在此。你做长史多年，今代刺史，若敬畏天命，我可保宁湖无恙，市民欢喜。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，杨奉因为难逃天眼，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。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，不敢再造次。你身后是何人啊？并无神，是苏无名。苏无名，你可知罪？罪有何来？难道就因为喝了点驼神酒吗？你是何人？宁湖司马属下私人参军，卢凌风是也。卢凌风，掉下悬崖还没摔死，拿下！是。且慢！哎呀，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，还真吓了我一跳。我想，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，都会相信，在这世上，这宁湖这驼神岛，真有一尊活神，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敬你，而你高高在上，日久年长，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。快住嘴！怎么敢如此说驼神？苏无名，是你疯了！我是狂妄之徒，该死！你闭嘴！谁反对你，
你就要置谁于死地，不仅仅是商民，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，有多少死于驼口？李刺史洞察了你们的恶计，写就了一部《驼神社实录》，笔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。不过，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。什么？曾老是驼神社的人？不能吧？苏无名，你一派胡言，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？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，又通过顾长史上交得到了一部，还在这儿装作不知。苏无名，你别乱说。哼哼，就算你们都不承认，我这儿还有一部，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。李煜何在？就在这大殿之内。在哪儿？刺史在哪儿？李刺史已死，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，此实录在，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，也在这大殿之上。胡编乱造，该当何罪？曾三一，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？你说驼神是曾老？那怎么可能啊？苏司马，不能信口开河呀！真是荒唐！驼神一怒，全城倾覆，赶快磕头赔罪吧！不是赔罪吗？我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，但耳朵格外的好使。刚才你一开口，虽然刻意掩饰，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，那就是你曾三一的声音。开始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，即便是我和罗凌风在湖边别墅遇袭，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，我都觉得是巧合。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。我？哼！李刺史自尽之前说，他放在湖边别墅的实录被窃了，而在此之前，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。李刺史秘密撰写实录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我翻看驼神社实录，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，除了草菅人命，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，而这些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。哎，等，苏司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李刺史写实录，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目，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公廨查底，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。你这都是推论。确实，到这里，我仍是怀疑，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，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。曾三一致试宴上，沈冲的那番话，顾长史可还记得？曾三一，每次驼神社大典，你不是有这事儿，就是有那事儿。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。曾三一是州里的元老，可每年的官神大典他从来不去，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，而实际上，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？这些年来，那么多官员丧命，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、平安治世，岂不是多多怪事？
确实有道理。曾三一在寒山起家，故那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，岂不是佐证？是呀，是啊。致试宴之后，我还派费技师去送了礼。费技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，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。啊，没错，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。还送什么东西呀？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。他是对您崇敬，因为在宁湖，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，能有几个呀？曾三一，你爱喝酒，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，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。试问在宁湖，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？还是不可能。曾三一身材矮小，又是罗锅，驼神数丈真身，雄壮威武。我每次拜他，不可能是曾三一。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。罗凌风，你找到了吗？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，又称血蚕树的叶子。此树树枝可以造出轻纱，其纱不但半透明，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。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坛的原因。本州地处大湖，遍地驼类。我便叫卢凌风提前上岛来查询，果然发现了他。你让他倒酒，就是为了上岛？哼，小计而已。曾三一，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、观神大典，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，以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，好牢牢地控制他们。我想，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，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吧？你的左右护法应该是你在寒山时收容的杀人越货之徒，所以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。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。卢凌风何在？是你，曾三一！我跪了这么多年，跪的竟然是你！来，副部长，采用这个，土就不养了。苏司马说的，不信。都保上，都保上。小姐，整个宁湖的天竺香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，太沉了，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。我不管，宁湖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，一定要赶快送到。是。
想我曾三一，起于微末，苦读诗书，每事皆为榜首，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。就因为我没有门第，我的相貌丑陋，又有罗锅。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。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，只能困守宁湖，做一个小小的私藏残军。我不服。30年前，我以驼神的名义现身，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，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仕的官员们，都拜倒在我的面前。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，习惯了接受膜拜，别人喝一口驼神酒，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，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。少废话！驼神社弟子何在？在！把他们都杀了！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。有想做官的，杀掉他们，他们的官位就给你做。只要做得够周密，我们领地不难。驼神英明，驼神弟子保护驼神，当官发财。杀！你要去哪儿？你虽然不是屠神社的人，但向来明哲保身，立志尸位素餐。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，不是我忘了你的身份了。宁湖官民，顾文斌在此，与大家共灭邪社！关姐，多谢苏司马。我，给我解呀！你怎么不先给我解呀？杨思去哪儿啊？文乐，你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参军。
怎么样？抓到曾三姨了吗？都搜了，没有曾三姨的影子。啊？那他能跑哪儿去？既入我万国之责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区区人也想和我的巨驼斗？师傅，先生，陆凌风，细菌，快，天竺香！哎呦，你们可算来了！再晚来一会儿，我们全都喂鳄鱼了。快点，快把香点上。哎，那个糟老头子在那儿！樱桃，我去擒他！波拉！陆凌风，坚强！樱桃，苏明，你救过我，这条命我还你了。老飞，救人！我爹少时寒窗苦读，科考，却次次铩羽而归。15年前，我爹又一次落榜后，从长安回到了家乡，却发现我母亲被扼上李煜所奸杀。
李家买通官府，竟将我家报官告状的仆人处死下了狱，用铁水灌进喉咙，致其失声。所以他哑，但能听得见。当时我只有4岁，我爹本一介书生，更为了我的安全，故不敢复仇，带着我远走他乡。后来，他把我交给了师傅，自己迁回乡里复仇。没有成功。回乡才知，仇人李煜已举家搬往洛阳，沦为乞丐的处死，劝我爹继续苦读，定会有报仇的一天。可阴差阳错，我爹屡试不中，却得知那杀人凶犯李煜花钱买了袭封官。我爹怒火中烧，暗自跟随李煜南下，找机会将其毒死，并修改了上任的告申，带着处死来到了宁湖。司马在想什么？驼本无罪，重要的是人心。那刚才贤弟叫我把地下大泽中的大驼、小驼都给放生了，良苦用心在此吧。大湖之畔，驼之家园。人与万物生灵应自然相处，才是天道。来，咱们一起敬苏司马一杯。没有他，我等如何能喝上这驼神酒啊？是，敬苏司马。这驼神酒虽好，但诸位切莫贪杯。驼神社虽已除，可一下子州里的事务也就多了起来。苏司马，奉司马之命，将协社的文书带来了。谁是协社成员，谁替协社做过事，里面记载得很清楚。我想，诸位都身居宁湖，熟悉这里的情况。如今百废待兴，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仁兄。首恶既已除，这些东西就都付之一炬吧。敬苏司马。这酒可以喝，可是这酒的名字是不是改一下？这酒原来就叫南天米，改回来如何呀？好，改回来，干！都有啊！别提，哦，2坛是吧？2坛是吧？啊，下一个，来，下一个，这边排队啊，这边排队都有，来，拿好。先生，你喝酒了？喝了，喝不少。你看，
碑文这么写，是令尊的意思？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最后却只能用仇人的名字为百姓做点事儿。这是洛州高刺史派人从东都10万火急送来的信使，说朝廷命司马急速赴洛阳。信使何在？已经回返。哦，本想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，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，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。若真如此，怎么会是洛州刺史给我写信，切托朝廷之命？这很奇怪啊。那司马是否成行？事出非常，苏某当速往东都。